这个是我在4月份买的新键盘，它是 K 创的 Q1 Pro，当时是首发买的，然后现在使用了大概5个月左右吧。然后今天讲一讲它的一些使用感受，同时也对比之前的我那个旧的罗技的键盘，从外观、手感、功能3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和总结。首先从外观和材质说起，我买这个配色是灰色边框、白黑2种键帽，搭配了这个紫色的 ESC 和回车键。另外2种配色我放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配色呢是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吧。另外就是它跟 Mac 的灰色比较搭配。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键帽，这个键帽也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看的原因之一吧，就是它是一个球帽。这个球帽呢，主要是它指这个外轮廓这4角比较圆滑，然后另外就是本身它这个按键的表面会是一个凹陷的这样一个形状，就跟我之前那个罗技的不太一样。罗技的是一个 U 型吧，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 U 型，它这个是中间是个小挖坑，然后从侧面看能看得比较明显一点。手放上去触感会比较舒适。这个键盘的键帽是一个标准的高度，就是那种最传统的键帽。然后我之前那个罗技的是一个矮轴的键帽，这2个键帽的高度差距很大。然后第二点，从材质上来看的话，这个新键盘的键帽是 PBT 的材质，它比较耐用，然后也不容易掉色或者磨光打油那样的状态。这个对比之前那个罗技的键帽，大家可以看一下，常用的按键已经被我磨得泛了油光。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边框和底吧，它整个的是一个 CNC 的铝制的材质，重量特别重。看官方介绍是有1736克，旧的键盘就没那么重，它只有上面这一层拉丝的金属材质，然后下面基本都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厚度方面可以看一下2个的对比，新的这个键盘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厚的厚度，旧的是整体都比较矮吧。简单总结一下，我是更喜欢 Q1 Pro 的配色和这个球形键帽的。当然，原来的键盘整体的设计是相对来说简洁素雅的，整体是统一的黑色，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下面重点说一下手感。新的这个键盘最大的优点也就是在于这部分了，整体的键帽会相对来说紧实很多，不会像老键盘那么松垮。就是老键盘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键帽的手感特别松垮，整个这个键帽非常的晃，然后手摸上去你还没有往下摁这个按键的时候，它也会一点杂音。整体你在打字的时候就会感觉是特别松垮的。键帽的触感也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表面上它的形状就是一个球形凹陷下去的形状，然后手放上去触感会相对来说更舒适。然后本身它又是一个 PBT 的材质，不容易打滑打油。然后轴体部分，我买的是原配的 K 创自己的茶轴，就是有段落感的这样一个机械轴。罗技的键盘它本身也是一个类茶轴，就是罗技自己的一个类茶轴的一个轴体，然后整体上手感也是有段落感的。不过新键盘是一个可更换轴体的方便客制化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后来又买了 TTC 的烈焰紫轴换了上去，同时又买了几个烈焰雪轴。然后这2个轴其实区别不大，手感上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透光方案不一样。然后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游戏和办公都比较适合，刚好比较匹配我自己的需求。这个烈焰紫轴和烈焰雪轴都不是段落感的，它就是一个线性轴体。这2个轴换了之后，现在我已经比较习惯于线性轴体的手感了，再用之前的茶轴的手感还有点不适应。
因为 Q1 Pro 是一个标准的键盘高度，且它的这个底座也比较厚，它已经在底座上做了一个角度的倾斜，整体上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想舒适打字的话，需要配合一个腕托，这样相对来说就比较舒适了。罗技这个矮轴的键盘本身就已经高度很矮了，所以用的时候就不需要腕托。然后它这个底部有2个高度的垫脚可以去自行调节。然后关于打字音，就是现在这个键盘发烧友们已经不仅仅只满足于手感上的舒适了，现在又对声音要求很高。因为我是首批购买的用户，在首批的时候他会赠送一个声音包。所谓的声音包就是通过更换这个键盘下面键轴上下的夹心棉还有轴下垫之类的东西去改变或者说影响一部分键盘打字的声音吧。下面录一段打字音，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收音收得好。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手感部分。Q1 Pro 整体上的手感是远远超过我之前的旧键盘的，而且也是我用过的手感最好的一个键盘了。当然，之前罗技的那个键盘最大的问题是键帽太松垮了，所以整体特别影响它的手感。另外就是新的键盘键轴、键帽都可以自己去更换，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标准的尺寸，所以市面上各种键轴和键帽可选的范围也非常大。下面说一说功能部分。Q1 Pro 是一个75%的键盘布局，一共有81个按键，然后和一个旋钮。它简化了整个的小键盘区域，以及中间的功能区域也进行了缩减。下面的功能键，现在我换的是以 Mac 的按键，当然它同时也赠送了这个 Windows 的按键。不用 Mac 的话，可以换 Windows 这套键帽。罗技的键盘是只砍掉了小键盘区的这样一个键盘布局。长度上也比较小了，但是它保留了完整的中间这些功能按键。但这些功能按键呢，说实话，日常真的很少用到。比较常用的当然就是这个上下左右键。然后除了传统的这个按键以外，罗技的键盘上面会有8个功能键，还有一个这个旋钮吧，它是一个纵向的旋钮。然后这8个功能键来说，只有最常用的其实就是这个模式的切换，另外的这几个按键其实都很少用到。但是旋钮是最常用到的功能按键，也非常好用。Q1 Pro 是一个立式的旋钮，它也是默认是调整音量大小的。然后这个旋钮可以往下按，暗示静音。但是这个旋钮阻尼有点大，不太方便一个手指去旋转。罗技这个键盘，它的这个旋钮是一个纵向的旋钮，而且它本身非常的松。这个最开始还觉得它有点过于松了，就用起来可能会觉得，一不小心就弄得声音很大很小。但是其实用习惯了之后，它这个松紧程度我觉得还蛮好的，至少比更紧的那个 Q1 Pro 那个旋钮要好很多。而且它本身是一个纵向的，很方便用一个手指去操作。连接方式这一方面，Q1 Pro 是双模连接，也就是有线和蓝牙。我的需求主要有2种，一种是平时办公上网，然后另外就是玩游戏。因为玩游戏的时候对延迟要求比较高，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是直接接有线的。然后之前的这个罗技的键盘呢，它是3模的，也就是说既可以用蓝牙无线，也可以用有线。然后它这个无线又是有它自家这个 Lightspeed 的技术的，就是延迟非常低，玩游戏也不会影响到具体的操作。当然这个也是我之前买它的理由之一吧。这个大厂在于
无线延迟这块还是做得更好一些。Q1 Pro 也是有 RGB 背光的，官方是预设了22种灯效模式，通过这个快捷键去切换。但我对背光其实要求不高，所以我就随便选了一个背光模式。原来罗技这个也是一个 RGB 背光的键盘，而且它这个背光模式可以通过它自己官方的软件进行定制化，然后也可以去下载一些其他玩家自己定制的这个方案。可调整的范围还是特别大的。我采用的鼠标和耳机，包括键盘这3个可以设置相同的背光方案进行背光同步。如果硬要说炫酷程度的话，那肯定还是罗技的这个背光更炫一点。电池续航方面，现在的键盘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体积都比较大，可以放很大的电池。充电接口方面 ，Q1 Pro 是 Type-C 接口，所以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罗技的这个是老的，可以叫它安卓接口，或者说老的一个 USB 接口。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产品吧，所以我也不确定它新出的这个键盘是不是换到了 Type-C 接口。小结一下，对于 Q1 Pro 的话，整体的键盘布局我是更喜欢的，因为它在保持必要的这个按键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精简紧凑的一个状态。无线连接和延迟方面，当然还是有一定的短板吧。因为它本身无线只能用蓝牙，所以它的延迟是相对比较高的。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功能方面，包括背光啊和一些其他产品的联动方面，当然还是罗技这样大厂做的更完善、更好一些。最后做一下总结，我觉得 Keytronic 这个 Q1 Pro 最大的优点是手感好。第2个优点是说它本身是一个客制化的结构，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需求去做更个性化的调整。第3是它的价格不是特别贵，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更低延迟的无线连接的方案，另外就是细节和功能没有大厂那么丰富和完善。另外就是它整体上键盘的高度还是比较厚的，需要搭配一个腕托使用才比较舒适。反观我之前这个罗技的键盘，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极低延迟的无线连接。另外大厂本身的功能完善方面和细节也做得比较好。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键盘手感比较差，另外就是它整体的价格会比较贵。好，以上就是我对 Keytronic Q1 Pro 键盘的使用经验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